这个 GPS 上面已经没有了。GPS 没有了。这是7号公路到底了，最后完全封死。我们原本只是想去看看Juneau的冰川，没想到这一天竟然变成了一场完全没有计划的探险。熊，我还在忙着掏相机。哇，这些都是意外，真是太值得了。呀，鱼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那鱼。今天我们的游轮 Norwegian Jade 停靠在阿拉斯加的首府 Juneau， 乘坐 shuttle 去市中心，对周围的地形有些好奇。被它平了，对吧？那火山口啊，往外喷呐，就堵成这个样子了，就。像一个锥形。像个锥子似的。哦，火山锥。本来只想去看看Mendenhall的冰川，但下车后发现随团的观光要70-80美金，而另外一个租车的选择只要50美金一个人。我们觉得那个选择更好。这就是我们所租的车，我们4个人200块钱一天，还不错吧？取了车子，我们就上路了。第一个目的地是 Mendenhall Glacier， 也就是中文中所说的门登霍尔冰川。停下车，走不了几分钟，就远远地看到冰川了，心中不免有一点小小的激动。赶紧拉过来看看。先留个影。哇，这景色真美啊！同时我也在想，这冰川到底是什么？这门登霍尔冰川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沿着公园继续往里面走，在你的右手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Visitor Center。在这个 Visitor Center 里面，我了解到，冰川简单来说就是一条缓慢流动的冰河。这条冰河是由成百上千年的积雪、层层的冰冻、积压、融化，慢慢的形成和演变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刚才我们看到的湖，在 Visitor Center 旁边都是原来冰川的一部分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冰川正在不断的后退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在1940年，这个冰川的前沿就在现在的 Visitor Center 这儿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气温升高，当夏季融化的冰超过冬季新积累的冰时，冰川就会逐渐失去冰量，前端也就越来越往后退。从 Visitor Center 出来有一条小路，据说可以走到离这个冰川最近的观景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那么为什么冰川会吸引这么多人去观看呢？因为冰川不仅仅是冰，它往往形成了非常壮观的自然景观。巨大的蓝色冰壁，深深的冰缝，还有被冰川切割出来的山谷。哇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算是最靠近游客能够最靠近这个 Harbor Glacier 的这个 point 了。尤其当一大块冰从冰川前突然崩落，掉进海水或者湖水中，那种震撼是一般的风景很难相比的。
给大家看一看这边的游客。所以，当我们站在冰川面前欣赏它的时候，其实看到的不只是壮观的自然景色，也是在看到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地球。而这也正是冰川值得我们亲眼去看的原因。它不仅记录了过去，也正在告诉我们现在的气候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啊！而且常年很多地方很热。在这个冰川公园的旁边，就有一个还是蛮好看的一个瀑布，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。哇，这个水还是蛮大的啊！蛮壮观的。下面这个1分多钟的时间，我想尽量少说话，把时间留给大家默想和欣赏。怎么样？这还不错吧？我还特意把无人机飞向冰川，没想到回来以后才发现，那一段影像竟然无法播放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里有点这个雨林的感觉，哎，有很多苔藓啊，感觉挺好。离开 Mendenhall Glacier 以后，我们没有马上回 Juneau， 而是决定继续往北走。我们的目标是岛的北端 Echo Cove。啊，因为是自由行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好处，可以随处停下来。大家看一看这个阿拉斯加 Juneau 的岛旁边的这些风景。好，我们在这儿又停下来，我们又想看看有没有鲸鱼。原本以为今天的目的地是冰川，但是开上这条路以后，我慢慢发现，在阿拉斯加，真正让人舍不得的错过的，可能恰恰就是这一路。这就是看鲸鱼的地方吗？在美国其他地方开车，我通常会关心下面还有几个出口。在阿拉斯加开车，我更关心的是
前面会不会突然出现一只熊？好，这个看注意啊，大家看啊，哇，这些鸟都下去了，它们好像挺守纪律的。啊，一声呼唤，哎呀，就是这一个好像有一点不太听命令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，接下来这一路上还会遇到一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。我们一直跑到它的最北端 Echo Cove。现在我也想来问问你们，如果你只有1天时间来到 Juneau， 你会决定跟团，还是会像我们这样租一辆车自己玩？熊，我还在忙着掏相机，后排的一个姐妹动作很快，将它拍了下来。我们本来是到这边来准备来看 whale， 但是这儿看到有一个挺特别的这个小孩叫做 Taylor White 当年他就在这儿出车祸，然后他是在2009年的6月5日，他在一个就是喝醉酒的这个 accident 当中，他就去世了。这是他当时的车，看看在同车上面还有他的一位朋友这位女孩是 survive 了，她还是活着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他的父母，介绍他的父母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当时开车的那个醉酒的那个人那个还被判刑了，并且被罚款，罚得很重。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严重受伤大家看一看。我们这里是沿着这个阿拉斯加 Juneau 岛上的7号公路，应该是一直在往北开。这个7号公路又叫做 Glacier Highway。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顶了，这就算是这个公路的尽头。你再往前看一看，看看前面是什么样子，别上土路就行。地图没路了，不等于这个没路了，地图没路了。地图没路了，那就不能瞎开了，是吧？不能瞎开。等一下，我再往前面开一开，我们就看看没有，我们就往回走。一个教训。现在进入探险阶段了。探险。进入探险阶段，这个 GPS 上面已经没有了。GPS 没有了。对。然后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开过去还会有啥？这路还不错，这个探险属于比较容易的探险。基本上就是。要不等一下也可能开到什么军事基地里去了。对呀。修的挺好的这路但它就是单行道了，它不是双行道了。对。我这个宽度双行也绰绰有余。对。那女孩说是开到尽头，它会有个尽头。好，我们是开到这前面，我们就探险到此结束。对，我们是游客，不是探险家。我们准备往回走了。你给他开到。对，这要开到这看，你看，哇，在这儿进去，对。前面就是一个。对，前面完全封死了啊！好，我下去拍一个，哎呀，这是7号公路到底了，最后完全封死。
好，朋友们，这就到了 Echo Cove， 这是7号公路的最终点。刚才我们直行，结果就走到那个无人区去了。其实这儿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到这边有一个 creek， 有一个溪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三文鱼。哟，这个 creek 还挺深挺宽的还。是吧？啊，挺宽的。这你要是有说三文鱼往回游的话，现在应该能看到，这是最好的地方能看到了。没有，对呀没有回游的。没有。没有，离海也近，这边离海也近。对呀。没有回游的，没有，但这景色还不错。但是可能是到9月、10月份，这地方抓鱼可能很好抓。对。很近，对吧？是。到这口了，但这个鱼就开始往那边走了，就开始。对。哎呦，这么多！两个同时来。哎呦，这么多！这是 bald eagle， 这是没啊，下边一大堆呢，看见没？下边全是，不是啊，下边不是，上面这个是啊，上面这是，上面盘旋的是。哇，这儿有很多那种白头鹰，美国的白头鹰。鱼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那鱼。哦，哇，那个三文鱼，三文鱼，这三文鱼回游都在底下回流呢，回游的鸟儿在等。哎呀，我们得人呢，我们得三文鱼。哇！哎呀，在那蹦呢，看见没有？哎呀，所以这鸟儿就围过去了。对，这儿有看到三文鱼。三文鱼回游啊，这算是看到了。这是重力旋，就什么重力旋转是吧？100度啊，突然回首，那鱼正在没有灯火，正在老鹰聚集处。那鱼正在老鹰聚集处，哇，太 amazing 了！关于这里的三文鱼，我另外专门拍了一集，你可以点上面的 cards， 也可以到 AndSwing， 以及到我的频道里去找。来这儿他妈这不是倒霉吗？这不是？难怪这儿这么多水鸟。看看那个白头鹰、三文鱼。哇 ，amazing！ 真的是今天一天都在找他们呢，终于找到了。三文鱼回游，前面0.1迈，然后就拐进去了。我就估计是不是就这个地方了？啊，就这个地方了，啊，就拐进去了。对，往这儿拐进去。然后你就是那个 truck 出来那个地方，那个 GMC truck 出来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还车的地方。